Hello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。我在生活中经常被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要做中文老师？我相信有很多老师都被问过这个问题，只是原因不一样。我觉得我的原因应该是非常特别的，非常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，而且你也有点好奇中文老师背后的故事，这次的视频非常适合你。在中国的大学里，我们有一个专业叫国际中文教育，国际中文教育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。 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有这个专业。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，或者会成为一名国际中文老师，或者其实大多数都会成为一名语文老师。语文老师就是在中国的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里教中国孩子们中文，和国际中文老师是不一样的。在自己的国家里，你们应该也听说过孔子学院。我之前就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工作。孔子学院里有的是长期的老师，一般年龄比较大，有的是短期的老师，一般比较年轻，甚至有的还是学生。不管是哪种老师，他们的专业一般都是国际中文教育，专业非常对口。专业对口的意思就是专业和职业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我是完全专业不对口。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的专业是管理学。我的学校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，而对管理专业来说，我的学校是全国第一。所以很多人都对我的期望非常高，他们觉得我毕业之后会成为一家大公司的经理，赚很多钱，很多人都羡慕我。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羡慕我，但他们只是羡慕我的自由。我们班的同学毕业之后，或者进入政府当公务员，或者进入公司当管理人员，反正都和管理学有关系。只有我选择成为了一名中文老师。当时我的同学、朋友、家人和我的老师、院长都不理解我，觉得我浪费了名校毕业的机会，觉得我太冒险了，觉得我不考虑实际。我觉得他们说的确实是对的，但可能这就是我的性格吧，喜欢冒险，喜欢探索。和脚踏实地相比，我多了一点浪漫主义。对，我有自己的一些小浪漫。我失去了很多，失去了稳定的工作机会，稳定的收入，但是我也得到了很多。我去了很多的地方，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，我的内心越来越丰富了。这一切的开始是一个爱情故事。在读大学的时候，不是读研究生哦，是读大学 Bachelor 的时候。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个巴西男生，他在我的大学里学习中文，他是大学里中文说的最好的外国人。
他也代表大学获得了很多中文比赛的大奖。我们俩通过一个活动认识了，在那个活动里，一些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一起玩游戏。我当时算是一个主持人，也算是一个小翻译，所以和他也慢慢熟悉了。我很喜欢他，他很帅，很外向，很幽默，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。和他聊天的时候，我总是很开心。那个时候，我大学2年级，他是研究生1年级。每次看见他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大学2年级暑假的时候，我自己一个人去了摩洛哥，是一个非洲的国家。他也趁暑假的时间回巴西，看他的家人和朋友。我记得巴西和摩洛哥的时差是5个小时左右，虽然这个时差也有点长，但总比巴西和中国的时差短，所以我有了更多的借口和他聊天，他也越来越主动和我聊天。在沙漠看星星、看日出的时候，我会和他打视频电话。他遇到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，也会主动和我打电话。慢慢的，我们2个人越来越近了。回到中国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，只有不到2个月吧，但是这2个月改变了很多。因为他，我知道了国际中文教育，知道了孔子学院。他和我说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习管理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你天生就应该是一个中文老师。我能看到你语言的天赋。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到现在也对我的影响很大。他自己在巴西就是在孔子学院学习，他一直很喜欢语言，最后来到了中国继续学习汉语。他的中文老师现在依然是我的朋友。他曾经自己也想做一个巴西的中文老师，只不过他后来选择了另一个职业。他现在在上海工作，所以我觉得命运有时候真的很神奇。因为大学的成绩不错，所以我直接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，专业还是一样没有改变，但是我的内心改变了。在学习的最后1年，很多人都开始找工作，有很多的实习机会，但我当时只想去孔子学院，很倔强，我真的是一个很倔的人，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。最后如愿以偿，我去了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，在那里有了1年的美好回忆，也在那里我学习了我的第4语言意大利语。到现在，意大利语依然是我最喜欢的语言。在孔子学院的时候，我对自己教中文的能力更有自信了。我在中国的时候，经常被问一个问题：教中文一定很简单吧？其实不简单，很难。和其他的工作不一样，老师需要热情，有时候甚至需要疯狂，因为只有我们热情，学生才会热情，语言才能学得更好。在意大利的时候，我的工作是教这个学校全部年级，一共10个年级的学生中文，从幼儿园到高中。
很多人喜欢中文，当然也有很多人讨厌中文。但不管他们是喜欢中文还是讨厌中文，他们都是我的学生。我想和他们成为朋友，最后我们也成为了朋友。为了给小朋友讲故事，我很努力地学习意大利语。学习了1个月之后，我就可以和他们正常交流了。为了和其他的老师成为朋友，我也主动的用意大利语和他们聊天。教中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眼里有光，就像现在一样。在孔子学院工作1年之后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最后离开了意大利。本来打算去马来西亚，但是又因为各种原因，最后没有去。这些原因特别复杂，有些甚至很痛苦。但是可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可能我们会后悔，可能我们会说要是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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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了。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生活。现在我在这里啦，和在孔子学院工作不一样。现在的我有了更多的自由，可以和你们分享这么多内容。我的学生也来自世界各地。虽然现在我的学生还很少，但是他们都非常好，非常可爱，非常善良，非常喜欢中文。我非常喜欢他们，和他们上课很有意思。每次上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笑超级多，互相开玩笑。在成为中文老师的这条路上，我遇到了很多的人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可能不是现在的我。我很感谢我的那位巴西朋友，他现在应该不会看到这个视频。没有他的话，我不知道国际中文的这个世界。我也很感谢孙老师，就是这位巴西朋友的中文老师。他在我大学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建议，包括工作的建议，也包括爱情的建议。我也很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。说实话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，因为我不太喜欢自己的专业，所以我做不到很优秀。但谢谢他的理解，他理解我的不喜欢，他也理解我的选择。我也很感谢在意大利博洛尼亚遇到的所有的中文老师，尤其是 Checky 老师，他现在还在博洛尼亚工作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在意大利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常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，一起逛公园。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不会有那么多快乐的时光，所以很感谢他的陪伴。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，虽然他们还是觉得中文老师不是一个好的工作，但他们也在努力理解我，支持我。在中国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孩子很害怕和爸爸妈妈沟通，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，所以沟通真的很难。但是虽然这样，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依然在努力理解我，所以很感谢他们。最后也要很感谢我的男朋友，他给了我太多的包容和支持。每次在我非常难过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，你真的很好，你真的很努力，但是你需要更多的耐心。
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一直是一个中文老师，我也想探索我的更多可能，我很喜欢探索。每个人都需要考虑一些很实际 practical 很实际的问题，比如做 YouTube 其实也很难，虽然我会用 AI 学习一点语言，但是在其他方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 AI， 所以每次自己拍视频、剪视频、发视频都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再比如我现在还比较年轻，虽然你们不知道我的年龄，但是我真的还比较年轻。我可以这样很轻松的生活，但是我会老，我的身体也会老。如果我老了，我没有这么多时间、这么多力气工作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那我们就努力的专心现在吧。最近我和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聊天，温布里，我和他分享最近我的一些不开心。我和他说，和我的同学相比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会有一点羞愧，觉得自己浪费了自己的大学。他和我说 RUC 不可能缺少一个上班的人，但可能缺少像你这样努力探索不一样生活的人。哇，我当时超级感动，也谢谢他的鼓励。很多人都说我大材小用，我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我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，除了教中文，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不着急，慢慢来吧。拍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回忆，有些回忆很美好，有些回忆没有那么美好，但是想一想，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可能之前我们觉得自己遇到了超级大的困难，但现在想一想，那些困难也没有那么大了。所以现在如果正在看视频的你也觉得生活中有很多困难的话，放松一点，困难都会过去的。现在我们要好好生活。这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你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，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你更了解了我一点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， 一个 super thanks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加入我的 membership， 这些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谢谢你们的喜欢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